有人说国旅太贵，宁愿出国，但出国真的是为了省钱吗？这次换一个思路，我出国就是要撒钱，3天2夜要价30万日币的住宿，直奔冲绳米其林100钥匙的海上秘境，海景无边际泳池，日夜都美，夕阳把海面镀成金色，像在水面漫步。究竟这次是不是当盘子？一起来揭晓吧！里面的气氛很棒。看看这是什么？米其林上面100把钥匙，米芝莲很厉害吧？在冲绳啊，米其林100把钥匙好像只有2家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就是冲绳价格最顶级的这个东西啊。芋圆，上次它摆在里面，你可以在这里制作自己想要的芋圆，还有3种香味，薰衣草在里面泡，这个泡完之后就可以很舒服的睡觉。然后又有月桃啊，它可以促进食欲，可以整肠。洋甘菊，生理痛、皮肤炎、口内炎都有帮助。我要咪3个味道。偶包上的做法，它还是一包啊，我又没有那个，我没有比较赚。这好像在做卤包哎，你就把它全部放一放，然后等一下丢到那个浴缸里面，你人进去就可以卤肉了，五花肉。再做一包。下午2点到5点就有 Happy Hour， 所以我觉得跟上次加配乐有点类似啊。气泡的大人饮料，未满18岁不能喝。有一些冲绳的饮料，通常我都会这样做，就把这个气泡水跟苹果汁咪在一起，它就变成苹果西打了。但味道比较淡一点。没有科技与很火的果汁才是最好的。秘鲁应该要弄一杯来喝吧 ，Orion。好，弄一杯。有，它等一下会有泡泡哦。怎么没有泡泡？哎呦，Orion 哎，试试。一点都不苦，在这个喝饮料外面这边就是泳池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很厉害哦。无边际，很多人会在前面那边拍那种无边际泳池的照片，而且它可以坐在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用视觉错位的效果。那边的泳池它其实很浅，你可以直接踩在上面。夕阳的时候呢，看起来好像踩在水面。在大概半小时，我们的房间就好了。消摊提早到。本来想要去吃那个虾饭，人太多，虾饭大排长龙没办法。我们已经吃过了，所以决定不浪费时间。那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好了，一般小卖店里面卖的东西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嘛，就是一些冲绳当地，例如说陶艺品啊、保养品、工艺品。可是这里很有特色的是，看到这些漂亮的洋装，他们是可以借的哦，你不用自己带衣服来，这些洋装你都可以去租借，可以无料免费的租借他们的洋装。所以呢，你来这个地方度假，你也不用担心没有漂亮衣服可以拍照，然后也不用担心把漂亮衣服放在行李箱里面会折出皱纹，在这里借就好。对耶，上次没有这个哎，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商品都蛮有质感的，有来的话真的可以花点时间逛一下。还有这一根很大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摆设品吗？这个我想静静会喜欢吧。我也觉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座位区那边稍微等一下，等一下房间好，你就拍房间给你看。Hello， 我是丹丹，还没订阅吗？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小铃铛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3天2夜30万日币的房间，你会觉得超级豪华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必须说，3天2夜包含了1博2食，它的晚餐是米其林等级的餐食，本来就会比较贵。那日本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是低调的奢华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，究竟冲绳最顶级的房间长什么样子？它看起来真的是很朴实。我跟你说，都是细节哦。你看这个房间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？是不是一言难尽？大地色系，线条简约，而且没有很大，融合了一些深浅色的木材、柔软的织物、藤编感觉的柜子。这种风格啊，我想应该叫 Japandi， 它是一个日本的侘寂风跟北欧风融合在一起之后的风格。但因为我不是室内设计专业啦，我也没那么了解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柜子，它有玄机哦。你从这一面开啊，可以挂你的衣服，它也可以从另外一面开哦。看。哦，你只要出门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再绕进来里面拿东西了。书桌的地方，虽然说来度假真的是不要带工作出来，那有的人是会游牧，想象一下，在这边开始工作，眼前就是大海耶。我没有这种临场感。你等一下就可以回去剪片。对，不要啦，我要度假，我不要剪片啦。它这边灯光的控制钮之外，插座 USB 口，它都帮你设计好了。听音乐的话，你不用自己带音箱，它帮你准备好了。这个中控的平板呢，变中文了，用这个就可以call服务台了，可以点 room service。干会直接call对，它是直接就像打电话一样。我刚讲脏话了。其实我知道大家并不喜欢看这种介绍的很细的影片，但我觉得它还是很值得介绍的是，这个是手冲咖啡，可以研磨咖啡豆，它连称重的数位称都准备好了。然后这里也有教你怎么用。顶级饭店就是要注重这些细节啊，像是饮用咖啡的杯子，这个是请冲绳当地的艺术家制作的陶艺品，这种应该是窑烧的吧？这要问我妈妈，她比较了解。妈妈，如果我说错了，不要打我哦，她会跑到下面留言帮大家补充的。另外一个亮点，所有冰箱里面的饮料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冰的，冰箱里面的饮料跟点心
都是免费的。还有这个冲绳的甜点，如果你是住3天2夜，它隔天也会再补。如果你希望它补的话，然后你又喝不完，你是把这收到你的行李箱吗？那感觉都是酒，莱姆酒 ，Room Tonic， 这看起来很好喝哎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超大沙发床，我觉得它设计的很用心，是你今天3个人来住，你就多一张床可以睡之外，干湿分离。对，干湿分离是另外一个事情啦，听得懂的人就懂哈，这样应该不会被黄标吧？它这个上面也有做这个靠垫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靠在上面，这角度刚才也是可以看海。我发现它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让你看海，包括说它的床，这个床，哦，你这样在上面还是可以看海，看到我的脚吗？它都是以看海为中心思想的，然后包括像这个阳台，你想要再更近一点的话，我们就推开这个阳台这样出去，房间的任何角落你都可以看海，然后也可以边泡澡边看海。对，重点就在这里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房间里面，它留有大概2/5的空间给浴室，有免治马桶的高级厕所。高级饭店一定要注重什么？就是你的盥洗的地方面盆要有2个。如果说你今天没有2个面盆，那就不要说你是高级饭店了，根本就不够格。它都会附上印有他们 logo 的备品，就算是不用也会忍不住想要带回家，我都会带回去送静静啦，因为静静喜欢这种东西。这个浴缸呢，它真的超大，就算你是西洋人，也还是有办法轻松的泡。你就坐在里面泡的时候，还可以一边看海，像我现在这样颠倒着，它这个高度刚好可以看海。我想要问臭脸哥，你觉得这房间这样子，假设一个晚上从最便宜啦、最淡的淡季，从大概$350起跳，然后不含餐食，那你可以接受吗？还好。那你觉得是哪里不满意？虽然我觉得有质感没错，可是感觉没有到很豪华，我比较喜欢土豪。那这样日本的饭店你可能都不适合住哎。对啊，所以我不会花钱来日本住高级饭店。对，等一下我们这些公司都玩完，再重新问你一次，因为我相信现在呢，所有正在看的观众看完房间也是失望的。等一下介绍公社，你们就知道他的公社很厉害哦。现在我们要去一个我最喜欢的角落，这个附建筑物里面有它的健身房，2楼是 SPA， 然后下面1楼就是一个超大的温水池。哎，没有人管哦。你这边很有南洋的度假风情吧？但其实蛮多人的。对啊，你不是说你上次都没人？我会上冬天。啊，对，那下面是温水的哦。虽然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应该没人想泡，冬天的时候这里泡真的很爽。不需要参观健身房吧？看也知道我没有在健身吧。室外的冲水区，里面是烤箱，烤箱需要看吗？木头的香气超浓郁的，而且有垫子。对啊，然后这边有冰水池，进去拉可以换衣服喽。这商演的画面我们就瞬间跳过嘿。东京的 La Bombas 在国语立岛开设了1号店，主厨超越了传统，食材只有本地才吃得到哦。我们已经到了饭店附设的餐厅了，那家餐厅呢，它是米其林等级的哦，他们都会主打在地的食材，搭配在地的料理手法。这间店叫 La Bombas， 是这样念吗？我们现在坐的位置有没有看到光线非常的灿烂？现在是夕阳时刻，哇！变得好亮哦！我要冲出去拍。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picture? 啊 ，yes， 哇，超贴心！他发现我们想要拍照，然后就引导我们出来外面。Okay, 3, 2, 1。哇，这个大头狗，好美的！不知道摄影机有没有办法拍出夕阳的感觉？金黄色的夕阳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在下面拍，你要算准夕阳的时间，在夕阳落下去的20分钟前拍。这个花生豆腐啊，它是当地特殊的豆腐，酱汁是用蜂蜜调和，是一道非常开胃的前菜。这个阿古猪，他们泡在味噌里面腌制了3天，阿古猪的口感吃起来会非常的嫩口，熟度其实没有到全熟，腌得很好吃。这个因为用味噌处理过，所以吃起来超美味。来吃看，它这个是用干贝做的饺子，干贝霸丸，是鱼浆啊。这个汤饼它喝起来有一种稍微焦香的气味，里面可能有东西烤过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喜欢吃日本料理。餐厅的灯已经点亮起来了，其实外面还有一点魔幻时刻的感觉，大概每10分钟吧，就会换一幅景象，好美哦。日本料理进主餐之前都会有一整盘，另外一块好像是大腹吧，我刚没有认真听，就是尾鱼大腹啊，好像是。我们看一下，我隔壁在庆生了，有那个仙女棒，看得到吗？仙女棒，这一盘有点意思，他说这是中式的酱汁，对，椒麻吗？这一块阿卡静，冲绳当地的鱼叫长尾冰鲷，块鱼非常美味哦。冲绳人，你们吃的有点好哦，因为我不能吃牛的关系，他们换了马头鱼给我。马头鱼通常呢就把它鳞片用那个热油淋下去，它就会上面整个立起来，然后变得脆脆的。但今天他们不是用这样的做法，他把它泡在一个淡淡的、有点 kange 日式微酸的酱汁里面。那我现在来试试看它的肉质如何。
哦，这么会做鱼，好好吃哎。所以我们的调味是一样的。牛，你觉得有过关？我觉得 OK 啊，但我觉得这个酱配鱼可能会比较好吃。哦，Can I open it？ 3, 2, 1. 哇，Thank you。 Thank you very much. 嘿嘿，来到我最期待的炊饭。这个炊饭它是煮了一整锅，如果你最后没有吃完的话，他们可以帮你把剩下的炊饭做成饭团让你带走。晚上宵夜的时候肚子饿就可以吃。好香哦，有玉米跟樱花虾的香气，很清爽。你吃到玉米跟樱花虾的香气，然后这个是用高汤下去煮的饭，饭煮的非常粒粒分明，而且很 Q 弹。这该不会是用新细米吧？所以他说我们没吃完的话，还可以帮我们做成饭团，然后带回房间。我现在吃到尾声了，但他们说冲绳的凤梨很甜，跟台湾比呢？一样甜，没有输。还有这个奶酪上面用的是冲绳黑糖，试试看，是布丁啊，布丁。完美，晚餐吃到这边呢，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小撇步，你来这里住，其实说真的有点贵。如果你要这样花到3预算天2夜30万日币，那如果这样真的太贵的话，来住这家饭店，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其实是这一片景。真的那如果你想要在2楼看，你只是来住一博一时，你也看不到因为你白天吃早餐是没有夕阳的，它夕阳最美。如果你真的预算有限，你可以住在附近的饭店，可以来这里吃晚餐，生日啊、纪念日啊，那可以来这边庆祝一下，你就可以用大概18700日币的代价看到这一片漂亮的景色，然后你可以进来这边看看它的泳池啊，然后踏踏水啊，然后再下来这边吃饭，享受这片景色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一个预算无上限的人，我很推荐这里的住宿。去年11月来住完之后，我就有拍片在 IG 上面跟其他平台都有放。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就看完之后，真的就直接自己机票订着，自己开车，自己一个人就跑来住嘞。那住了之后也都非常喜欢，因为它可以带给你一个彻底放松的感觉。如果还有真的预算限制，可以挑淡季来，不要挑旺季。很推荐大家来这里试试哦。夜船开好了，好有氛围哦。有到垃圾，我们下午制造很多垃圾。垃圾宝贝，要唱了吗？垃圾宝贝，漂亮漂亮。晚安喽，早安。早上还是在昨天晚上吃晚餐的餐厅进行。那这个时间好像是没有外售了吧？就是只有住客才可以吃。一瞬间整个桌子就被塞满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吃喽。等下早餐过后，我们应该会驾车出去看看。现在准备要出去吃下饭，开车一下。车车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都会代客把车开过来。看到这台可爱的车车，就知道古宇利岛的虾饭到喽。来冲绳的台湾人都会跑来吃的一家虾饭。微辣味，可以选哦。我要微辣的。可以看到后面就是古宇利海。好啦，我知道大家都吃过这个虾饭了，但是有一些人没到过冲绳，还是可以看一下吧。而且除了虾饭，也别错过他们的 soba 哦，但是有点甜就是了。打开了，就是它，让我魂牵梦萦的虾饭，鲜虾上面有蒜蓉的美乃滋酱，好可口啊！日本人的辣呢，就是不辣。这个虾，这么大尾，里面这么多尾，我觉得这东西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。但这东西发源地好像是在夏威夷耶。那你是会把虾壳一起吃下去的那一派，还是你是会把虾壳挑掉的那一派？我是会挑掉的。我是会一起吃的。它就开到4点钟，对，不要太晚来，晚上没有。所以建议大家2、3点来啦。水好烫哦。对台湾人来说，无边际是很珍贵的，因为其实台湾无边际泳池没有几座，受限于建案法规的关系，台湾高楼层旁边要做透明的保护。秋脸哥，你觉得我们这2天这样该体验也体验，你会愿意花多少钱来住？2天1夜的话2天1夜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到2万吧。那这边我觉得比较棘手的是它有一点远，所以你要会自己开车，不然你要从机场来到这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太阳要下山了，来看一下这美景吧。想来聊聊这家饭店适合什么样的人来。如果你有什么人生重大的节日要庆祝，这是其中一种。然后再第2种是你想要静一静，你需要一个很大的疗愈效果。当你花了很多钱换来的时候，那个效果就会更好。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想要一个人来这边度假，他就来了。第3种，你很富裕，你是想要找个地方旅游而已，钱对你来说不是问题。那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，当你想要静静的时候，它真的很安静。这里小孩子不能来哟，人真的不多，房间数也少。对，会来这边度假的顾客，你也会觉得他们其实大家都静静的，然后在享受自己的假期。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组合几乎都是情侣啊，或是情侣带爸妈之类。因为我们来冲绳很多次啦，所以其实对景点我们也没有说特别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几乎都是废在这边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待在饭店，这里一定可以让你玩得很开心啊。Thank you。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good night，吃饱饱准备要回房间休息喽。结果他还是做成饭团了。对，不过今天的比较小颗一点，因为剩一点点，要先做一件事情。我爸上绝对不会错过的。小谈时间。那今天也是3合1吗？对啊，哦，在看什么？看星星，太漂亮了吧，因为这边几乎完全没有光害。真的。咖啡盖起来。哦，真的要赞许一下哎，他们真的都是挑我们不在的时候才进来整理。我们今天在房间待到快下午2点吧， 2点才出门。 2点然后他也是等到我们出去之后，他们才进来整理。吃饭也是。吃饭我们待到晚上9点，他们也是等我们走才来整理，就都不打扰客人，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哎。那我们这样算 OK 吗不算吧，那本来就是合理的那个啊。 ？OK。早安啊，快乐的时光过超快的。今天我们早餐选的是日式，因为有了昨天的经验，我觉得日式比较合胃口。我这次要来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些心情上有一些郁结的部分啊，因为好像快要周年失业，但我觉得来这边有被疗愈到。开始准备吃早餐喽。凤岭哥是3天2夜，觉得玩得如何？很棒啊，那它有符合你当初的预期吗？比我预期好蛮多的。你本来觉得怎么样？本来没有抱什么期望的，其实为什么？那时候觉得房间看起来很普通，然后实际上看到也是，真的是蛮，但那个景真的太厉害，就是海景。我解释一下，我觉得房间呢，它其实因为日系的奢华都是你看不见的地方，那这种奢华的质感其实蛮难透过镜头去传达的，除非是非常懂得运用光影的摄影师。那影片就更难了，如果不是专业的拍摄跟后置，是看不出房间的奢华在哪里。但是每一个建材其实都蛮昂贵的，大家喜欢再来自己去住吧，官网订。量力而为，因为真的蛮贵的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要去哪呀？洲际我们会去洲际酒店，然后还有宜野湾王子饭店，特别是宜野湾王子住一次就印象深刻了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喽。